明年 DDR6 一出來，這內存會不會漲得比現在更狠？說真的，現在誰也說不準，行情變得太快了。但我越想越覺得，有一種我們其實不太敢面對的可能性，那就是內存漲價可能真的會變成一種常態，以後可能再也回不到過去那個便宜的時代了。聽起來很誇張，但你去想一想，也不是沒道理。畢竟這一次漲價完全是上游主導的，以前內存廠商之間還有點競爭，市場也就這麼大。你漲得太離譜，消費者不買賬，他們又得通過降價來刺激需求，讓庫存流動起來。所以以前我們習慣了內存是一波一波的，漲一陣跌一陣。可是現在呢，上游覺得現在這個利潤空間特別舒服，他完全沒有動力把價格拉下來啊。大家一起維持一個很舒服的高價區間，對他們來說反而輕鬆。更關鍵的是 AI 把整個市場邏輯都改寫了。以前內存廠商之間互相拼，價格不能亂漲，不然消費者直接不買了。但 AI 不是， AI 的需求簡單粗暴到什麼程度？你產多少我吃多少，你漲價無所謂，我還得買。因為在大模型、服務器這些領域，內存那點錢就是毛毛雨，你只要能給我多一點帶寬，多一點速度，我寧願多花10倍都行。在這樣的需求背景下，內存廠商根本不需要去降價刺激市場，服務器那邊永遠缺貨，每年都有新的 AI 服務器在上量，而他們要用的內存、顯存都是一個怎麼也吃不飽的狀態。你需求不降，我廠商憑什麼降價？我不但不降，我還要漲，因為你漲了還得買，我這是穩賺不賠的生意。更有意思的是，你以為只有內存本身漲價嗎？顯存不也是內存的一種嗎？ AI 卡上的顯存漲價，對服務器內存漲價，對 HBM 漲價，對 DRAM 漲價，它們是聯動的。一旦服務器和 AI 把產能吃滿了， DIY 這邊就只能被擠出去。你同樣一條產線，生產 PC 內存賺一點點，生產 AI 服務器用的內存能賺10倍，那廠商當然把產線往 AI 方向傾斜啊，少賺就是虧。在這一點上，資本從來不含糊。這也是為什麼美光會直接砍掉消費級業務，乾脆徹底 AI。人家明明能賺更多的錢，為什麼要把資源浪費在利潤薄、波動大，還要對消費者負責的消費級市場呢？資本最誠實，它往哪兒流，市場就變成什麼樣子。固態硬盤也是一樣的邏輯，不是突然漲起來的，是因為 AI 讓整條上游鏈條的產能都被拉滿了，留給消費電子的空間越來越小。你現在覺得貴，其實在廠商眼裡，這已經是市場調整後的正常價格了。說回來，顯卡這邊，其實我一直覺得有點魔幻。按道理，英偉達和 AMD 完全可以學美光，直接把消費級顯卡砍掉，全力搞 AI 卡。AI 卡一年賺的錢可能是遊戲卡10年的利潤，但他們還在更新消費級產品。我不敢說是良心，但至少還在撐着整個 DIY 市場的底線。要是哪一天英偉達和 AMD 同時宣布退出消費級，你們以後可能真的就只能用核顯了。到那時候，玩家估計要集體精神崩潰。為什麼他們還沒有退出？我覺得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們需要通過消費級產品來講故事。你想啊，遊戲玩家多，傳播快，覆蓋廣，普通人對英偉達的所有認知基本都來自消費級顯卡。消費級存在一天，英偉達的技術形象就能被維持一天，而這形象對 AI 商業客戶也是有幫助的。簡單講，消費級就是幫他們宣傳的。所以最後回到最開始的問題，內存會不會長成常態？說實話，從市場結構到廠商選擇，再到 AI 的需求曲線，如果新的競爭者不進來搶市場，那未來幾年內存價格保持在高位真的不是不可能。甚至我們過去習慣的那種等等就會降的時代，可能真的已經過去了。你覺得這很離譜，但站在產業的角度看，它其實非常合理。AI 的火熱程度決定了未來幾年所有上游價格的走向，而現在這一切都還遠遠沒有結束。未來只要 AI 的曲線不掉頭，廠商就沒有任何理由主動降價。就是整個內幕，也是大部分人不太敢想，但很可能成為現實的事實。